爸爸到现在都还没回复你吗？他可能还忙着生意。可是今天是你的生日。没关系，生日年年都有。我们先吃吧。妈妈，先看我给你的礼物。生日快乐！画的真好，谢谢你啊，英姐。到我了，妈，生日快乐！你怎么会有这个？记得我们去Kelvin家，你在客厅看到了这个 snow globe， 你说阿公也买给你了一个一模一样的生日礼物吗？我小的时候一直吵着要去看雪，可是当年你阿公的工资根本无法支付出国的费用，所以我在9岁过生日那年，阿公就买了一个 snow globe 来哄我。他还说多过几年就会带我去体验真正的雪。可惜不到2年，他就工伤意外去世了。我知道你和阿妈搬家后就丢失了 snow globe， 你还伤心了几个月。因为那是我跟你阿公少有的共同回忆。你是怎么买到这个的？是新的吗？我知道你很想要，所以我去求了 Kelvin 妈妈卖给我。你怎么会有钱？我每个月会省下一些零用钱，然后分期的还给 Kelvin 妈妈。谢谢你了，英才，你最懂妈妈的心。前几天 Kelvin 跟我说他的 snow globe 不见了，现在你说你跟他的妈妈买的，到底是什么一回事？不会是你偷的吧？说话啊！如果你跟我说是 Kelvin 乱放屁，我一定会相信你的。这几天妈妈很不开心，我想做一些事让她开心。我们不是答应过妈妈不撒谎了吗？你平时也不撒谎吗？我说的是小谎，不会伤害别人。可是你现在不只是在撒谎，你偷了东西，那是犯法的。我不这么觉得，我没伤害到别人。以前那一只听话的乖乖羊跑去哪里了？为什么现在突然变成了一只爱狡辩的老狐狸？对 Kelvin 妈妈来说，那个 snow globe 只是一个她随便放在一边的装饰，她并不在乎，就算不见了也不会有影响。相反的，这个 snow globe 对妈妈更有意义。你也看到了，刚刚她拿到礼物时有多么的开心。你有多久没有看到她笑成那样了？可是万一未来她发现到真相怎么办？在这一刻能够看到妈妈的笑容，让她暂时忘记跟爸爸不开心的事，一切都是值得的。我可以原谅，但我学不会忘记。爱可以重来，却无法擦去记忆。掩盖了痕迹，却残留它的气息。别问我说道歉，你要带着诚意和说不出的秘密。还好吗？昨晚不好意思啊，喝多了。谢谢你送回家。下次这种差事不要再找我了，你真的很重。
这么早就有送餐服务了？给你解酒的，大豆可以清除你体内残留的毒素。这么厉害，那我绝对不可以辜负你一番好意。好吃，你的水准未免也太低了吧？是真的好吃。那是因为你还没吃过我做的豆花。你买的豆花都这么好吃了，那你做的豆花我吃了，岂不是会升天？你是在说我做的豆花吃了会死人吗？我是吃了会让人欲仙欲死、欲罢不能。夸张。哎，你们都在，正好，来，我给你们介绍一下，冯伟伦，我们新聘请的老师，我带他到处看看，熟悉一下环境。袁宁杰，他是与我们学院合作的电玩设计公司派来教数码艺术的客座导师。你好，你好。江小磊，他是负责我们行政的 EO， 包括所有老师的课程也都是由他安排的。你好。你好。看来要让我在这里的生活好过一些，我以后就必须跟你多打好关系，必须常常请你吃饭才行了。校长，学院请人为什么没告诉我？其实你可以考虑我的。你不是说你教完这个学期就要回法国了吗？哼。喂，怎么会这样的？哦，我知道了，我一定会好好处理，给你一个满意的交代。是的，是的，对不起。校长，是不是发生了什么事？哦，有一个家长有一些投诉。校长，你有事的话你去忙吧，小磊可以继续带我四处去看看的。你 OK 吧？不 OK。哦，是这样的，小磊需要帮我准备材料，下午上课的时候需要用到。反正我现在没课，不如我带他去走走。好，那就拜托你了。你跟着英杰到处看看吧，我们过后再联络。好，来，请。这是我们的 staff 园区，有咖啡，有茶，有供应饼干。平时休息时间，同事都会来这里聊聊八卦，说人家的是非。像之前有一个同事啊，就看到一个男学生上了女老师的车，其实那个女老师只是好心要送他一程，但没想到被说成跟男学生谈恋爱。这件事传到整个学校，闹得沸沸腾腾的。不管那个老师怎么解释，也没有人相信他。最后他没有办法再忍受人家的指指点点，只好辞职了。这不是很无辜吗？是啊，这些人的嘴巴真的很毒，唯恐天下不乱。这就是我们的课室，通常一班有10几个学生。器材和桌椅都蛮新的。哦，那当然，因为常常更新。为什么？你也知道的，这个年纪的学生血气方刚，动不动就会在班上打架，身边有什么就拿起来当武器，遭殃呢就是这些东西。现在的学生都这么暴力啊？哦，对了，你有买意外保险吗？为什么问这个？半年前有一个学生在课堂上睡着，老师训了他一顿，他不爽就拿了椅子砸了老师的头，结果老师在医院坐了大半个月，还好他有买保险，要不然那笔医药费他亏大了。其实在这里当老师真的不容易，除了要面对难搞的学生，还要应付奇葩的家长，他们时不时就会来学校找我们聊一些跟他们的孩子学业完全无关的事情，有时候周末还会打电话给我，一说就大概1、2个小时。不过幸好我只是一个课座老师，教完这个学期呢我就离开了，这么大的压力我肯定会疯掉。所以说我真的很佩服你，
愿意接受这么神圣的任务。喂，你去哪里啊？我还有很多地方还没有带你去看的。请你代替我告诉校长，这份工作不适合我，我不做了。本身是比较喜欢他的那一首歌《怪天气》。聊什么？聊得这么开心？哦，我们在聊一个台湾的独立创作歌手，没想到我们2个都是他的粉丝。哦，谁啊9N88， ？9N88，他是80世纪啊，那是他家的巴士号码吗？那是他的艺名，来自歌手的英文名 Joanne， 谐音听起来就像9M。而88是他在国中时的学号，朋友私下也会昵称他为88，所以就取了这个艺名9N88。我觉得还蛮有创意的，而且很有记忆点，很可爱。我听说明年他可能会在新加坡开个小型的演唱会。真的吗？是我一个在音乐工作室工作的朋友给我的内幕，目前还不确定有什么新消息，我第一时间通知你。嗯，谢谢你，那就说定了，我先去教课，拜拜。拜拜。帮我们的新同事做完导游啦。他喜欢这里的环境吗？打退堂鼓，决定不做了。怎么会这样？你跟他说了什么？该说的都说了。不该说的是不是也说了？校长又要头痛找老师了。没关系，我可以留下来，反正这里的学生这么喜欢我。电玩设计师不是你一直梦寐以求的职业吗？你怎么舍得放弃？只要找到值得让我放弃的理由，没什么不舍得的。别开玩笑啦！你怎么忍心留你妈一个人在巴黎？我是妈咪 boy， 被你看穿了。这也没什么不好的，证明你们母子的感情深厚。你妈这么久没见到你，你回去她一定会很开心。那你呢？我什么？我走了，你开心吗？我当然会为你感到开心。能回到属于自己的家，你一定是开心的吧？开心，当然开心。罗先生，对不起，这次是我疏忽了，我保证不会有下一次。你认为还会有下一次吗？不敢。那这次学生台湾的交流画展，你还会继续支持，对吗？那就得看你的推荐了。你放心，一定会好好表现，不会让你失望的。食物来了。这鲍鱼是这里的招牌菜，鲜嫩多汁，你试试口味吧。坐。啊。你却很多汁，那你就多吃。凯凯，你在画什么？我在画你呀。你把 Daddy 画成 superhero 啊？对呀，长大了我要去Daddy的学校学画画。你要来爹地学校上课，除了画画要强以外，
就是你要听校长的话。我最听话了。凯凯，快来，现在爹地喂你吃药，来，嘴巴张开。来，来喝水。好了，别画了，休息吧，啊。来，哎呀，我是不是 pass 了？是，满分通过。等一下，蕾丽继续登记，在学校一定一个位置 ，OK？ Yes。这些画作是我这次为学生的台湾交流展览做出的第一轮筛选，请你们过来是想听取你们的意见，然后再做出最好的选择。校长，您先来眼光独到，你选的不会错的。人总有盲点，还是需要多几双眼睛帮忙看，听取不同的声音比较妥当。校长说的对，不可以一个人说了算，要不然居心不良的人会说我们这里是一言堂，对吧？怎么样？你有什么想法？这幅画平平无奇，没有特色，最关键的是主题模糊。这幅画的确是有许多不成熟的地方，但是我看中的是作画者的潜能，他是个可造之才，需要时间慢慢去栽培，所以我才给他这次的机会。校长，你都选好了，还叫我来干嘛？我们不能单单凭一个作品来做定夺，也要考虑到其他重要的因素。可能我是慧根有限，不管我怎么看也看不出这作画家有什么潜能。谁画的？Vinci Tan。原来是 Vinci 啊，他的确很有才华。我也觉得它是一颗未开采的钻石，只要花一点时间去切磨打造，早晚会闪闪发光的。3对1，我无话可说。Vinci，老师，有什么事？昨天早上为什么没有来上我的课？家里有事喽？是家里有事，还是约了你的 BF？ 没有 BF。Idea King 他们不是这么说的，他们说你有一个很有钱的 BF。分手了可以吗？老师，你问这么多问题，你不是想泡我吧？当然不是。真的吗？我是不介意师生恋的。我介意。那就太可惜了。没有其他的事，我就先走啦，拜拜。啊，英杰，你现在那里几点了？这里傍晚6点多，我正好要回家吃晚餐。英才呢？怎么没跟你一起吃？家人有约。跟爱心约会？嗯。你见过他了吗？你觉得他的人怎么样？很漂亮，很有气质，跟你比起来差一点点。英才跟他在一起，幸福吗？他们2个都很相爱，当然幸福。你看你，只关心英才，都不关心我这个儿子郎。这样你也吃醋？那我问你，你打算什么时候回巴黎？我就可以天天黏着你，关心你了。我难得回新加坡，我想要待久一点，我们2兄弟就有更多时间相处了。你计划留到什么时候？
其实我在这里的分公司跟英才的美术学院是合作伙伴。这个学期他们要请一个客座老师来教课，我就推荐了自己。你想逗留多久？大概3个月。你都先斩后奏了，我还能说什么呢？我这么久没回来新加坡了，我想要体验这里的生活，更何况我最想念这里的食物，我要吃尽了才回去。怎么，开始嫌弃妈妈的厨艺啦？老天是公平的，你的手天生是拿来画画的，不善做菜，还能理解。你该不会是遇到了厨艺很厉害的女生，打算不回来了吧？你真的很理解我，我刚刚跟她见了面。她是谁？叫什么名字？大家都叫她周婆婆，她是一个卖糯米的80岁婆婆，她的糯米是全新加坡最好吃的。啊，你看，这就是我的晚餐。你呀、你再打给他吧。VC 再不来的话，我们会不会赶不上班机啊？他会不会发生什么意外？VC 来了。老师，你怎么这么迟啊？我睡过头了。睡过头？你们打了那么多通电话，你为什么不接？我手机放 silent，没有听到。你们带他们进闸吧，我带他去拿票，待会儿见。我警告你啊，你去到台湾，不要给人家看到你这种态度，不要给我惹麻烦。所以你看，太阳是在这里，所以光线是从这个角度过来的。OK， 加了这些细节好看多了，加油！谢谢老师。英杰， Merci beaucoup， 麻烦你了。不想麻烦人家，下次请记得检查一遍。知道了，谢谢。不过，我还是第一次听说数码艺术的课程也包括户外写生的。虽然是数码艺术，不过还是要用现实作为基础，所以来大自然吸取灵感，来感受现实生活的光线、质感还有颜色，这样学生们才可以设计出有说服力的游戏。其实是你自己想溜出来玩吧？这么明显？没其他事，我先回去了。来，大老远来这里，不如留下来吧。现在还是上班时间。你看，多1个小时就下班了，校长不在，你偷懒不会有人发现的。更何况这里不会有人打小报告的，对不对？你看，老师好不容易找个借口把你骗过来，你就不要让他失望啊！借口？其实老师根本就是有带他的平板电脑。我是为你着想。我看天气这么好，你待在办公室实在太浪费了，不如出来放放松、晒太阳，吸收维他命 D， 这样对身心都有益嘛。老师，你这梗也太烂了，对不对？哎，要怕人家要大方一点承认。你们今天的话真的很多，会口渴。哎，一点点。好，我去买饮料，堵住你嘴巴。需要拿这么多饮料，我拿不动，你陪我。哎，我们陪你。哎，不用，去画画。走吧。谢谢你送我回来。这是男人应该做的。我问你，那个音乐才子有没有送过你回家？他住附近，偶尔下班后会顺便载我一程，都只是到家楼下。所以只是下班后送你回来，不是约会后吧？嗨，表姐。嗨。嗨。
虽然我弟弟已经不在了，不过如果你有什么事，你还是可以来找我的。你可以帮我的，只是以后不要出现在我面前。我这张脸有这么令人讨厌吗？我想放下以前的事，我想重新开始。可是我一看到你，所有跟英才的回忆都会不由得涌进我的脑海。英才死之前，我们两个基本上是陌生人。现在人不在了，我们唯一一个关联也没了，那就没有必要继续刻意装熟。大家做回陌生人都会比较自在。先走了。对不起，他这些日子过得真的很不容易。没事，不管他怎么对我，他永远都是我的弟媳。如果你觉得他有什么不妥的，还是需要帮忙，一定要告诉我。先走了，拜拜。拜拜。你为什么会跟月英姐在一起？我们刚好一起出去办点公事，她就顺便送我回来，就这么简单。你们两个到底是什么关系？就同事关系。那男人并不是这么想的。我能感觉得到他喜欢你。不会吧？可能是因为他在法国长大的。他的行为举止比较热情，你才会有误解吧？我前几天去拜见英才，遇到了安娜，你知道吗？我还为了那已经死了的男人跟他起了争执。那你没事吧？我以为我没事，我以为我可以把我跟英才在一起的点点滴滴都抛诸脑后。可是我太高估我自己了，这是一件不可能的事。所以刚才我看到袁英杰的时候，其实我心里很煎熬。根本没有办法当作若无其事。你每天在学院见到他，难道你一点感觉都没有？难道你真的可以把以前的事都给忘了？难道你真的可以把他们两兄弟分开来？如果我没办法做得到，你觉得你能吗？袁英杰是袁英才的哥哥，这是一件不可能改变的事实。如果你选择跟袁英杰在一起，你真的能过得了心里那道坎？你真的能从世事解脱？
姓方的，我们约了3个人，9点半。空姐，好，谢谢。到了，到了。小磊，干嘛看得目瞪口呆的啊？我男朋友是不是很帅？我的表妹，小磊，英才。你好，你好。我上个厕所。哦，好。谢谢。干嘛？没什么。你要吃什么？你想吃什么？今天可不吃点甜的。好啊，反正我心情好，什么都可以吃。不要吃甜的？甜的等一下吧。哦，好啊，可以啊，但不要一直在吃甜的。嗨，了解呢？安哥临时要爱心陪他去一个宴会，不能来了。那我们下次再约吧。反正人都来了，我们都要吃饭的，不如一起吃吧。我有这么可怕吗？不是。那就当陪我。这一家鱼头米粉，我想吃很久了。自己吃我孤单，也会让人觉得我没有朋友。好吃吗？有没有介绍错吧？还不错。听的语气，感觉你不是很认同。我比较喜欢在汤头里加一点花雕酒，味道会比较香。我记得爱心说过你很会做菜，难道鱼头米粉也是你拿手的？还可以吧。那希望以后我有机会试一试。你是不是有话想说？我哥哥有试过你煮的鱼头米粉吗？这是我哥哥之前发给我的照片。他说，上一次他回来新加坡，认识了一个女生，这个女生就是你吧？他还说他对这个女生有好感，你呢？你喜欢她吗？那只是一个短暂的缘分，并不代表什么。可是他托我打听你的消息。不要告诉他。反正他人已经回法国，我们应该不会再见面吧。Ice hazelnut latte。你怎么记得？有心就会记得。谢谢。你怎么会在这里出现？我来这里的图书馆找点资料，知道你常常在这里温习功课，所以就来找你。你有没有玩过一个游戏叫“敢不敢”？敢不敢接受我的挑战？
敢不敢站在这里，大声的喊：“我是大美女。”我是大美女。轮到你了。准备好了。你敢不敢站在这里，用屁股写自己的名字？敢。怎么样？写的工整吗？很工整。到你了。江小磊，你敢不敢接受我当你男朋友？欧老师，怎么还没下班？我也想下班啊，可是下个月学院有个对外的交流会，是我负责筹办的，还有很多东西都还没准备好。要帮忙吗？需要，你可以帮我去储物室跑一趟吗？帮我算一算那里的白板还有剩几个，如果不够的话，我可能还要再去采购。没问题，我最厉害算东西了。谢谢你。你不要太过分了。我只是拿我应该拿的。你不怕人家知道吗？大不了抱着一起死啊！放手！放手！给我！给我！给我！来！林夕，干什么？校长，没事吧？我没事。我去医院。不用。校长，你跟云喜是不是搞婚外情啊？是。我跟 Vincy 有婚外情。他是个学生啊，你怎么可以？我知道我错了，我只是一时糊涂。喝咖啡把盐当作是糖是一时糊涂，开车走错方向是一时糊涂。你这个糊涂不是一时，这是一世。所以我也很后悔啊，才跟他提分手。可是我没有想到，他的反应会这么激烈，还威胁我要告诉我家人。你们就是为了这件事起了争执？是的。你要帮我保守秘密，我不想伤害我的家人。难道你要瞒着他们一辈子吗？你给我一点时间，我会尽快解决的。你尽快处理，不然雪球越滚越大，引起雪崩，你就后悔莫及了。我知道。
你的手怎么了？哦，没事，小伤而已。我在用美工刀割纸的时候，在想着别的东西，一时走神，才出意外的。你是不是在想着今天凯凯看医生的事？对了，医生怎么说？德翁说，照凯凯肌肉萎缩的速度，他只剩下1年。我们已经这么努力了，为什么老天还不愿意帮我们一把？是不是我们上辈子做错了什么事情，现在报应在我们儿子身上？你不要胡思乱想。我们还有1年的时间，说不定会有新的治疗方案，可以救得了凯凯。无论如何，不到最后1分钟，我们都不能放弃。校长又打给你啊？你说他会不会报警？要是真的报了警，你的人现在应该在警察局，而不是在这里。可能警察已经在我家埋伏，等着抓我呢。你都说了，只是轻轻的划了他一刀，最多是点皮外伤罢了。校长，不要把事情闹大的。你怎么确定？人家可是有社会地位的人，把事情闹大，真相公开，他们会死得比我们更难看。况且，你有把柄在手上，他们更不敢乱来。对哦，根本不用怕他们。现在是你占上风，就应该好好利用机会。什么意思？你不是说你有一个 dream bag， 想买很久了吗？那个dream bag很贵，那个男人会愿意给这么多钱吗？再贵也贵不过他的面子啊！相信我，一定没问题。我要多5000块。错与不对不是同等距离，爱与不爱都是心虚。
可以原谅，当我学